近期，美俄多线展现对抗态势，围绕乌克兰局势，普京警告北约勿越红线，拜登则强硬回击称不接受任何人设下的红线。另一方面，在远东地区，美国加紧同日本演练新的作战概念，而俄太平洋舰队的冷堡导弹编队已开始在千岛群岛部署并执勤。那么，美俄这番你来我往，将对7号以视频形式上演的普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六，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发布声明称，拜登将于7号与普京举行视频会晤，讨论美俄关系的一系列议题，包括战略稳定、网络和地区问题。拜登将强调美方对俄方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军事活动的关切。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这次会晤主要议题包括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局势，会晤开始和持续的时间将由2位总统自行决定。拜登今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与普京在瑞士日内瓦有过一次面对面会晤，两人上一次对话是在7月9号以通话形式进行。近段时间以来，美俄互指对方在敏感地区增加军事部署。美国和乌克兰政府称，俄方在与乌克兰交界地区集结的军力已超11.5万，并计划在明年1月底前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对此，俄罗斯回应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紧靠俄边境的地区部署武器系统，进一步威胁了俄西部边境安全。普京还警告西方不要在乌部署北约军力，逾越俄罗斯的安全红线。拜登随即表示，不承认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画的红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告诉路透社，拜登政府将坚决反对任何对盟友的侵略。To defe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sovereignty, the independence of Ukraine. 美联社表示，俄方希望通过会晤得到避免北约东扩的保证，但是拜登否定了这一要求，表示不接受任何红线，这使美国在对话中显得诚意不足，可能迫使俄升级军事力量。法国《费加罗报》的文章也认为，消除两国裂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6月的俄美元首会上，两人也曾表达过缓和两国关系的愿望，但会后却没取得实际成果，近来关系反而更紧张，焦点是乌克兰问题，乌问题不解决，俄美分歧难消解。拜登与普京再次举行会晤，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防止两国关系继续下滑。两国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在乌克兰问题上呢，美国很明显是将乌克兰当作一个遏制俄罗斯的重要工具。我把它形容为顶在莫斯科胸膛上的一颗上了膛的枪。所以说这次会晤呢，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成果，主要体现在我想外交休兵。第二点呢，我想就是防止擦枪走火。当前俄美博弈的最前线是黑海地区。俄国防部周五表示，俄方在黑海中立水域上空发现正在向俄边境靠近的空中目标，为防止俄罗斯领空受到侵犯，俄军苏27、苏30战机升空前往查证拦截。经查证，识别出目标为美国空军 RC-135 战略侦察机以及美国陆军 CL-600 阿尔忒弥斯侦察机，俄军战机随即伴飞。这几年里面，美国对俄的一个战略性的钳制，我把它称之为这个老虎钳战术，也就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这两大点对俄罗斯进行军事方面的战略遏制。波罗的海方面呢，已经比较成功的动员了波罗的海、波兰等国的这种对俄的这种反俄的仇俄的情绪，而且这个北约在这个地区也连续不断的举行联合的军事演习。而今年的重要的一个热点就是在黑海领域。我们知道11月初的时候，美国军舰以及北约的6个成员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在黑海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军事演习。而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美国近期也加紧同亚太地区盟友演练新的作战概念，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被称为海上游击战的太平洋跳岛战术。美军计划本月进行相关演习。根据设定，美国海军陆战队将使用 C-130运输机将海马斯火箭炮从位于冲绳的普天间基地运往日本东北部的八户基地，目的是模拟发生突发状况时，美日双方的打击火力可以快速
部署，协同作战。此外，美防长奥斯汀周五与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通电话，双方讨论了深化防务合作，以维持地区威慑力。俄罗斯方面也毫不示弱。俄东部军区新闻处周四表示，俄太平洋舰队的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已经在千岛群岛的马图阿岛列装。俄太平洋舰队的导弹部队编队将每天不间断进行24小时执勤，以监控邻近水域和海峡地区。冷堡导弹系统可以摧毁登陆编队、护航舰队、舰艇和航母战斗群中的水面舰艇。此外，即使在密集火力和电子对抗的环境下，它对打击敌方单独舰艇也非常有效。美联社称，此举凸显俄罗斯在俄日领土争端中的坚定立场。俄军事专家利托夫金表示，冷堡系统配备的镐玛瑙导弹射程可达600公里，精度高，可覆盖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整个岛屿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四表示，俄有权在其领土的任何地方部署军队，这种权利是不容置疑的。同一天，日首相安田文雄表示，我感到遗憾的是，围绕北方领土以及与俄罗斯的和平条约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此外，针对美高调宣布成功开展高超音速武器测试工作，俄先是宣布将在日本海举行首次锆石高超音速武器打击试验，随后公布东部军区 S-400防空导弹团成功组织反高超音速武器演习的信息。有分析认为，在顶住西部方向战略压力后，俄在东部方向主动出击，或将依托太平洋舰队组建远海战役司令部，常态化赴夏威夷附近海域等地遂行军事行动，以对冲美印太战略引发的负面影响，实现战略破局。随着美国在美国所构建的亚洲版的北约的日渐成型，那么俄罗斯在这个地区做出相应的反应，也是一个必然之举。我想另外呢，就是中俄中部战线上边的协作会进一步增加。我想但是双方呢也都不希望出现一个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